美國可以封鎖 EUV， 可是沒有辦法封鎖華為人的頭腦，所以很多事情是創造出來的。所以是不斷努力，用創造的方式，然後累積的方式，不斷尋求新的路徑。這個不是說突破，這個是換道。本來說這個追趕的時間是5到8年，現在他們估計是3到5年。華為現在在這個新的所謂的韜定律，它不是零開始。那他說我已經做了380個。我們都知道中美科技競爭呢，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了千方百計的封鎖跟圍堵，那不斷的呢在晶片製造，尤其是高階晶片製造上面想辦法的圍堵哈，但是華為最近拋出了韜定律這個突圍之道。來，在畫面當中呢，這個韜定律是如何呢？華為的董事半導體業務部的總裁叫何庭波，他在上海舉行的2026國際電路與系統研討會上面呢，正式提出了韜定律，希望呢用時間縮微代替這個傳統的幾何縮微，突破物理上的極限作為未來半導體發展的核心路徑。如果您聽到韜定律，可能跟我一樣是鴨聽雷是聽得一頭霧水，所以呢，我這個禮拜特別也去查了一下，跟大家科普一下。傳統上呢，我們在做半導體的時候呢，晶片製造呢，其實都會適用這個摩爾定律這是大家一般所熟悉的。摩爾定律的核心概念就是電晶體越做越小，是同一個面積，就是這個晶圓上面呢可以容納的電晶體數量越來越多。那就是從90奈米呢，大概可以做21個，21個，然後一直做到2奈米你上面越來越密集，所以呢，大約做到了1000億個以上的電晶體，但是這樣的製程從90奈米到2奈米呢，是不斷的往先進製程，而且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核心技術呢，就必須要透過半導體的製造設備，也就是常常聽到的光刻機就像現在的 EUV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先進製程。可是大家知道 EUV 大陸方面被美國封鎖，所以呢就提出了華為這個韜定律。韜定律呢就是把東西做得更小，這是摩爾定律。那韜定律是讓訊號跑得更快，也就是說不一定要把東西做得更小。好，它的核心2個關鍵，一個是時間縮微，我們剛剛提到，另外一个就是邏輯折疊。這個邏輯折疊，簡單來說，傳統的設計上面走的是平面路徑，從 A 到 B， 我們看到都要這樣一路這樣一步一步走。但是邏輯折疊其實就是呢，透過像是一個平面道路變成了高速公路的一個高架，然後呢有交流道，所以呢你就縮短了 A 到 B 之間的路徑。好，摩爾定律呢，其實就是把東西做得越來越小。可是呢，韜定律呢是說，我用時間縮微跟邏輯折疊，然後呢讓系統來協調，你的效能還是一樣可以提升。簡單來講，一句話就是，不是比誰的這個電晶體做得更密集，晶片做得更小，而是我同樣可以達到一樣的效能。好，那韜定律呢？當然，這個華為是說到2031年可以製造出相當於1.4奈米效能的高端晶片。這邊特別要強調的是，華為它強調可以達到1.4奈米等級的電晶體密度跟效能，並不是說它就可以直攻到1.4奈米。這個部分要特別的說明清楚一下。那我先請教張老師因為今天特別請您來您怎麼看華為的韜定律？因為其實在一個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它的 EUV 被封鎖，所以必須要想出另外一個技術路徑，怎麼看？好，那其實剛剛何偉已經簡單介紹了這個所謂摩爾定律以及這個韜定律的這個部分。那摩爾定律來講，其實我們如果用一個示意圖，就是舉一個比較科普的例子，就是我們在正常的一個面積裡面，大家想辦法就是把它越做越小，那我在同樣的面積底下，我就可以塞越多的，不管是人啊，或者是電子元件。對，所以它概念上來講，就是我想辦法把它越做越小，越做越小。那所以我們以前講的所謂幾奈米、幾奈米、幾奈米，就是指的那個元件的線寬。就是當我這個元件的這個線寬可以做得越小，那當然我的整個元件就可以縮小。但是它有物理極限。對，它的極限基本上隨着我們現在的所謂10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之後，現在到了2奈米的量產，其實越來越難。為什麼？因為我們常在講，大家應該聽過原子。那原子的大小大概就是這個0.1奈米。對。所以
我們現在如果講說台積電現在是2奈米，意思是20顆原子，所以它的這個難度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那要做到這麼小，難度高，那所以呢，那可是我們其實以往在不管現在所謂電子元件的這個方向上來講，為什麼要縮小？縮小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距離越近，它其實就可以跑得越快。对，那跑得越快，我距離走得越短，我当然也越来越省電。有點像是2個房子中間那個路越來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靠近。对，越来越靠近來講，第一個我速度很快就可以到，那再來就是說我也不用走那麼長，所以我也相對省電。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每年台積電的這個幫蘋果做的處理器，每年推出新的製程，為什麼他一定說，我效能可以越好，速度越來越快，是，然後再來就是我為什麼可以省電，就是因為這個跟製程微縮的概念。对，那可是這個剛剛和榮這邊也提到了，在中國大陸、中國這邊呢，它其實受到這個制裁，受到這個。EUV 我們講曝光機或光刻機這個部分被卡，那所以呢，在這個微縮的這個部分來講，它受到了限制。那這時候怎麼辦呢？其實那想到就是，如果我沒辦法做小，可是我還是想辦法讓它可以就是快一點到我要的目的地。那這時候來講，就不一定是就從這個2D 平面的概念轉成了，就是那個圖上面 A 到 B 原本是走平行的，对，這個我原來平面平行是我要走這麼遠，但是我想辦法做高架，或者甚至把它堆疊起來，做折疊起來，就像我們常常講說，這個一張紙的2邊最近的距離其實是把它折起來。其實就像這樣的概念啦，就是你原來從 A 到 B 是，然後呢，但你現在縮短它的路徑，就是把它折起來。对，這 A 到 B 的時候就縮短了，你再折的話就更短了。对，所以以後來講，我們可以預期得到，其實華為這邊它有稍微提到說，這個折不是只有變成對折而已。因為現在黃仁勳這幾天在台灣，他有被問到，他說其實這個濤定律也不是新的一種技術，哈，就是說它是一個技術路徑，但是呢，它不會對台積電造成影響。沒錯。但是確實他也承認這是華為的重大突破。沒錯。那我要問的就是說，如果這個重大突破一旦從理論變成了可實行的技術路徑，那未來會不會變成了華為成為他們這個所謂不是彎道嘍，而是換道追上，甚至是超趕的一個重要關鍵？好，那其實這裡面牽扯2個觀念。第一個是因為以華為的角度來看，就是它被卡住了，所以它一定勢必得換道，所以換道是一定有。但是能不能超車呢？那基本上來講是不太可能。如果要跟台積電做對比的話，但有機會趕上。對，就是距離會越來越近。是。那這樣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其實包括說在這邊所提到的所謂這個折疊的概念，那其實就是我們其實所講的所謂先進封裝的這樣子的一個概念。那先進封裝的概念，其實如果各位在先前台積電相關的這個技術裡面，大概也都聽過所謂這個不管是 TSV 就是矽穿孔啦，或者是做所謂這個3D 的這樣子的一個堆疊立體堆疊先進封裝的這樣的一個技術。所以其實台積電也是很早其實就已經開始在做這件事情。那只是台積電有個好處是，它沒有被美國卡這個曝光機。也就是說，台積電的角度上，它可以同時把元件越縮小，而且它也可以把這3D 堆疊的這樣子的概念，其實同步2條路它同時都有在做，同時都有在走。那但是華為因為在這個曝光機、光刻機的部分被卡住，所以它只能從這個堆疊的部分、濤定律這個部分來走，就是想辦法讓我的這個速度越來越快。就是這是一個不得不的決定，因為只有這樣子辦法才有辦法突圍哈。那對於中國大陸這個半導體的技術提升呢，其實最近的國際這個頂尖投行啊，就是伯恩斯坦呢也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哈，特別對於大陸的半導體板塊評比，他們是維持在跑贏大盤，也就是 outperform 這個評級，並且呢也指出中國半導體的產業即將迎來另外一個 DeepSeek 的時刻。而就在濤定律發布的當天，也根據這個第一財經的報道哈，說當天的早盤，包括華為盤股、概念股呢，就呈現開高的格局。所以拉回來看，華為在 EUV 被封鎖圍堵的情況之下，大使他們試着用濤定律這條新的技術路徑，那也凸顯出美國的圍堵這樣子看起來雖然是有效，可是呢，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發展它一樣不會坐以待斃的，它必須要繼續往先進製程繼續的一路攻下去，不斷的去思考它的突圍之道。那您怎麼看？
對，這個就最近我看很多報道啊，有一個標題我覺得用的還蠻貼切的，就是說美國可以封鎖 EUV， 可是沒有辦法封鎖華為人的頭腦。所以很多事情是創造出來的，哎，所以是不斷努力啊，用創造的方式，然後累積的方式，不斷尋求新的路徑。哎，這個不是說突破，這個是換道。對，哎，你從這個 A 軌道已經換到 B 軌道了。那當然就變成就是說，其實這個衝擊還蠻大的，因為連續好幾天，這個西方的媒體啊，主流媒體都不斷在報道這件事，每天都有新聞。那我覺得就是說，Wall Street Journal 他最近的講法說，這個就是中國芯片的突破局的一個方案。對，那本來說這個追趕的時間哈是5到8年，現在他們估計是3到5年。那華為自己定的時間是2031嘛，是5年，沒錯，1.4奈米的這個效能啊。所以這個中間就是說，華為現在在這個新的所謂的韜定律，它不是0開始。那他說我已經做了380個，我已經做了380個晶片出來了。所以事實上的話，這個就是華為的手機啊，這個事實上這幾年的手機，就是突破這個美國封鎖以後製造出來的手機啊，事實上那個時候一出來的時候，西方的各大的這個團體啊，工業團體就已經在拆解了。對，當時就說沒錯，7奈米，而且是自己做的。那你沒有 EUV 情況，你做出7奈米，那個時候就在猜，就是2個技術，就是梁孟松的重複曝光，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堆疊，就是用這個新的技術路徑，先進封裝。那所以這一次這個大陸這個事實上何庭波只是把已經做了很久的事情，他正式用一個概念把它概念化出來。這個做 presentation 來講，它是很有衝擊性的。摩爾定律 versus 什麼？對，韜定律。韜的話，大家都是 time 嘛，它的就是时间，爱用时间的概念。所以它基本上用一些简单的關鍵字來解釋解釋這個韜定律的內涵，什麼邏輯折疊啊，就是折疊啦。對。那不過就變成就是說，現在大家都在看，對。那事實上的話，這個科學的突破、技術突破，我覺得2樣東西，一個就是說你要有人才，另外要有資金。那華為的資金，事實上看起來，最近 DeepSeek 在這個 V4 啊新的版本裡面啊，它最大的突破，除了它本身的能效提升以外啊，它是使用華為的昇騰晶片。那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不斷的要走這個AI 的2個重要的這個一個是算力，一個是算法的這2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怎麼樣結合在一起？是。那所以他現在把這個華為的芯片叫中國大陸，就是說做大模型的這些產業它所要使用的算力有晶片部分它從 DeepSeek 你看它已經保留給華為了。所以華為我覺得它基本上就開始，基本上它有市場，它有不斷的收入。对。這個收入就是投入到未來的研發。所以綜合大使還有張老師2位老師的說法，我們結論得到一個初步結論，就是你這條路把我封住了，但是我換另外一條路走。我雖然沒有辦法能夠超越你，可起碼我能夠拉近跟你之間的距離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中美科技競爭接下來呢，除了在晶片製造上面，也延伸到了太空領域最近有一段特斯拉的創辦人馬斯克他接受專訪，這個影片當中呢，他就直言，他說全球最頂尖的所有先進科技產能全部高度集中在台灣，還特別說了一句，他說得台灣者得天下，引發熱議。而他所創立的 SpaceX 呢，在6月12號即將要正式掛牌交易也號稱是史上最大的 IPO 案，也傳出可能會把特斯拉到時候呢一起併進來。那現在呢 ，SpaceX 呢已經向市場進行了3一輪募資。累計呢已經向市場募資大約有90億美元主要的法人在畫面當中，您看到包括像是富達投資啦、Alphabet 啊、紅杉資本等等。那我們都知道呢 ，SpaceX 呢它的商業模式3個板塊，包括火箭發射、Starlink 還有未來的相關業務。它也是第一家建立了這個可以重複使用的火箭那 Starlink 呢，則是 SpaceX 呢最重要的獲利來源，目前是如此。好，那 Starlink 的經營呢是透過低軌衛星作為網絡連接的業務，它的用戶呢是使用訂閱制來收費。這邊我請教這個有分析認為說，
這一次SpaceX 它可以看成是一個太空經濟進入到資本市場的里程碑哈。第一個，對於太空服務、太空市場的服務啊，您覺得意義在哪裡？還有就是特別 Starlink 它的低軌衛星，這次在俄烏戰場上有沒有看到有實際的應用哈？那未來民用跟軍用太空技術有共用可能嗎？其實馬斯克這 SpaceX 這家公司我認為開創了很多這個太空科技的運用，特別商業運用非常的成功，包括這種可回收式的火箭，其實它很明顯的把這個運載火箭發射，不管是衛星，發射各種這個太空器，它的成本大幅降低。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也急着要開發這種可回收式火箭，包括這個長征10號、長征12號，另外像這幾年陸續進行測試的朱雀3號，對，都是這種可回收式火箭的概念，基本上就是沿襲的馬斯克這發展路子來走，來進行競爭。否則，中國大陸其實評估過，如果不在這個地方積極追趕，它在太空這個商業發射這個部分，它的整個未來的市場其實會缺乏競爭性哦。那 Starlink 其實亦復如此。那 Starlink 過去以來，那最明顯就是俄烏戰場的使用。對，那發現這個俄烏戰場，那俄軍用了很多手段要干擾 Starlink 的訊號，其實都沒什麼特別的效果。更弔詭就是俄軍自己也用 Starlink，就是變成一個交戰雙方都在用 Starlink。因此，那 SpaceX 後來這個巧妙設計的關閉局部的一些服務，造成戰場上一些戰局的一些很重大的影響，對於戰場的戰術層面的變動產生一個非常微妙而核心的影響。對，這就代表 SpaceX 它的 Starlink 的服務在全世界範圍內，我認為不只是國防安全、戰爭，它在商業市場其實它的運用前景很大。特別我們坐過飛機的人都知道，現在就是飞機上很多已經可以開放給大家在飛機上使用网際網路，還有在海上，還有在偏遠地區，像這個沙漠、深山這種沒有地面基站的這個狀況下，你是 Starlink 可以提供無死角而且寬頻的服務哦。因此，這樣的服務就讓大家意識到，哇，這個 Starlink 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蛋糕。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現在也要搞它的什麼國網星座啊、千帆星座，各自要發射大概1.3萬顆，還有1.5萬顆哦。這就是為了追趕 Starlink 這個目前已經在軌1萬顆，所達到一個覆蓋和商業運作巨大的效果。對，目前 Starlink 它保守估計它的客戶已經有1000萬，我想未來它的版圖還會進一步擴大，再加上未來大家還這個考慮到馬斯克之前提出的所謂太空算力，未來太空的運用，這個算力 AI 的競爭裡面，太空可能也是一個巨大的一個高地。因此，對於太空未來科技的運用，還有它所附帶的商業效果，我認為是大家都看得到。這是為什麼這個 SpaceX 一公開募集資金，那大家踴躍參加，就是因為包括科技的前瞻性以及巨大的獲利，這都是未來可期。川普這次訪中行程結束之後啊，在他搭乘空軍1號專機的時候呢，他特別也接受了媒體的訪問啊。他向外媒透露說呢，他在川習會期間並沒有針對台灣議題向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做出任何承諾。同時呢，他也預告不久的將來會針對總金額，剛才我們也提到了140億美元的，折合台幣大概是4400多億的對台軍售案來做出最終決定。路透社也報道，川普向媒體透露啊，習近平曾經當面有直接詢問他，如果解放軍攻台，美國是否會協防台灣？但是川普當場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根據白宮這個川習會之後對外釋出的會談摘要，通篇整篇裡面呢也沒有提到台灣。那在台灣這邊的學者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的執行長董立文就認為，這其實呢就是川普對習近平談台灣真正的態度。他給了個結論，他說：“你只要談台灣，他根本就不理你，假裝沒聽到哈。”但是德州州立大學副教授翁履中則認為，白宮的摘要沒有提到台灣是相當正常的，沒談台灣就代表有談，因為未提及也是一種態度。所以接下來的觀察重點是，川普要如何決定140億啊，就是第2筆的這個台灣軍售案。金哥怎麼看？我想這裡面要提一下，
這個摘要啊，或者這個聲明，這個 readout 啊，是早上5點45分啊出來的，在華府時間。這個從會談結束之後35分鐘之後，新華社就發布了新聞通稿。整個下午呢，這個他們去了天壇，所有人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我要提醒一下，白宮的通訊呢，就是對於發言的主管啊，張正熙啊 ，Stephen Chong 啊，有跟着去。他在那個地方，假如說是去跟他老闆講一聲，說這個什麼東西要怎麼回答，對不對？那假如有既定的答案，老早就在川普的社交媒體就出來了。結果川普的社交媒體從頭到尾沒有這個，就是講一句話，大家弄個這個悶葫蘆，一直搞到第二天早上。我們要提醒。白宮幕僚長，也就是川普親信中的親信啊，這個 Susie Wiles 呢，他沒有跟着去。最後呢，那個東西聲明啊，那個 readout 發給各媒體，到第二天為止，你知道，他從頭到尾沒有登在白宮的網站上。所以你從這些程序上的蛛絲馬跡啊，他就是把原來的你去看裡頭，真的都是原來的這中國大陸的標準的立场，他在那邊。就是提出來，把它貼出來，這個就不會受到質疑。這個我記得 Ross 經常跟我講啊 ，You always tell a lot of facts, but you never told me the truth. OK，Ross，你怎麼看這個140億的軍售案？現在川普這個問題回到了川普了。那當然，他在北京的時候呢，對於台灣問題，只要甚至當場這個跟習近平在旁邊的時候呢，也有媒體問他說：“哎，你們談到台灣的，他就是閉口不談。”可是呢，當回到了這個空軍1號專機上的時候，開始慢慢的釋出跟台灣相關的訊息。我只要說，在回程飛機上，機子一定會問他這件事情，一定他不得不回答。他的確是跟習近平有討論這個議題，但是像我剛剛說的，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是沒有任何變化。過去川普接受訪問的時候被問到，那如果大陸武力犯台，你會做什麼？他一直以來都有一直的答案方式，他都会說我不告訴你。中方知道我会做什麼，但是我不告訴你。他一直用類似的回答方式回答。美方會做什麼？美方會做什麼？川普說我不告訴你哦。你覺得呢？但是說實在，他這樣的回答方式、答復的方式啊，非常正確。我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如果大陸真的武力犯台的話，只有時任美國總統能決定美國會不會派兵協防台灣，不是今天的總統知道以後的總統會怎麼做，不是國會說的就算，只有時任總統能決定。所以其實如果這件事情沒有發生在川普任期之內，那他幹嘛回答，對不對 ？OK， 大使，您怎麼解讀哈？剛剛特別提到川普在北京閉口不談，而且非常低調的，都是他的旁邊的幕僚，包括貝森特啊，這個 Rubio 啊，都講說，哎，有談到台灣議題，可是川普自己就是不碰。可是呢，包括現在已經回到美國了，開始講，他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因為這件事情在他們見面的第一天啊，在人民大會的時候，習近平就提出來說，這個如果說台灣問題處理不好，中美關係會發生這個碰撞甚至衝突，那美國國內的媒體、全球的媒體就炸鍋了，就在說習近平警告川普對台灣問題對川普做出最嚴厲的警告，就重中之重就是台灣，對，就在台灣。所以美國事實上你要看美國媒體，還有歐洲的媒體、BBC 的媒體，他沒有報道其他什麼簽約的，他就報道台灣問題啊。對，通通在講台灣的，而且很多的那個標題下的非常耸動啊，說習近平會對川普畫下決定台灣命運的紅線。這不是我下的，這是我記得是美國媒體下的標題啊。所以這樣子情況下，川普更不能在大陸的時候就對台灣議題他做任何的表述，因為呢。這個會增加他對這個議題的這個回到美國這個議題不但會淡下來，會怎麼樣？會更列入這個是他的弱項。習近平講說川普講說習近平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是非常嚴肅的，因為那是第一顆扣子。對，第一顆扣子要扣好。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川普事實上我認為他一開始是要拆解這個問題對他可能會面臨到美國媒體的質問的這個尷尬局面，所以他是輕描淡寫。
可是呢，我覺得基本上這一次大陸的態度，還有就變成把台灣的問題放到那麼高度川普就知道這個問題他是無法回避的，所以他已經講了，他這個 Rubio 用了一些關鍵字出來和平統一，這些大概都是大陸會提出來的，美國從來沒有在台灣兩岸關係的中間用過這個字眼所以我覺得就變成我就說這個劇本已經換了，有關台灣問題的中美討論的劇本就已經換了。那為什麼只拿到200架飛機，沒有拿到500架飛機？那就是說，因為今年還要見面，第一個一次都給完了，下次給什麼？沒錯，分批給嘛，對不對？延長戰線。對，第二個就變成就是說，那給不給還要看你對我對你的要求的台灣問題的表態，隨時你怎麼做？那川普我認為他講了說，因為我沒有再回頭看，我認為他就說我會在這個問題上，軍售問題上在我最方便的那一刻來做決定，對吧 ？At my earliest convenience，這個不是說我會盡快的做回答，在我方便的時候，再找一個 timing。這個其實常常這個英文書信就是說在我最方便的那個時候，我要去做個決定。OK， 所以我聽了他這個用語以後，就說哇，這個中間有很大的空間。您剛剛提到500架的波音客機後來變成了200架，剛剛說延長戰線嘛，那確實這一次隨行的美國企業家，當然也看到波音的總裁也去了。蠻失望的，因為原先講說500架，在最後200架。我回應一下，我真的覺得習近平跟川普今年再次見面的可能性真的是不大。那不大。如果見面的話，可能是像去年在 APEC 的模式，就是短在多邊會議旁邊。但是像過去幾天，會花2天時間在一起，不管是在華府或在哪裡，我真的覺得可能性不大。我覺得習近平就像將軍剛說的，那個9月底去美國，除了中秋節之外，也是美國其中選舉倒數6個禮拜，我覺得那個時候去美國有點不方便。對，這個跟選情無關了。還有我覺得川普不太想去深圳參加 APEC， 那已經去中國今年去中國一次，然後幹嘛第二次去？這是你的分析。信哥，你說，我先要提醒一下，就是說川普本人對於拜登多次失言，說誓言會派兵來護台，進行過非常嚴厲的逼停，然後呢故意把他弄個悶葫蘆這是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非常重要一個節點，所以他說我也不知道答案，你也不知道答案，我只有我最後來做決定，所以他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一個節點。但是至於那個方恩格他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他是這個叫做共和黨，他自然要護着共和黨的總統，所講的這個是很有道理。但是我覺得共和黨跟民主黨的時候其實有一點一致。當民主黨的總統拜登講說要出兵護台的時候，馬上就有他的幕僚講，他講錯了。他們敢去改總統，這是美國長久以來的戰略模糊政策，這是絕對。至於呢，這個方恩格這個我的好朋友方恩格講說，他只會應付一下，去見他一下。對不起，人家都走進白宮，他說你好，我有事兒，我先走，這不可能的事嘛。他既然邀請人家到我白宮來做客，不可能草率就是說這個不怎麼接待嘛，對不對？對，我也同意你的觀點哈。那另外我們要看的是黃仁勳哈，因為剛剛提到說，除了波音的總裁蠻失望的哈，這次變了200架的訂單，那波音的股價當然也因為這個消息而出現了這個下挫。好，黃仁勳是為什麼？因為我們知道他在最後一刻才在阿拉斯加搭上了空軍1號，隨着川普出訪這個中國大陸。紐約時報報道說呢，川普在結束這一趟行程之後呢，看到輝達的人工智慧晶片在中國大陸銷售的命運仍然是不明朗的啊。因為川普在最新的發言當中也證實，雖然美方政府已經批准了銷售許可，但是中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購買輝達最先進的 H200這個 AI 晶片。他特別提到，他說中國是選擇不購買，並且呢正在把他們的戰略中心全面轉向，要致力發展自己的本土技術。那美國的貿易代表 Grill 呢，他也接受媒體就彭博採訪的時候也說，大陸企業會不會買輝達的更多產品呢？現在
是取決於中方的決定哈。所以黃仁勳這次在北京也被媒體問到說，輝達會不會把晶片賣給華為呢？但是這個提問太敏感了哈，所以他沉默了幾秒鐘之後呢，只回應說，這個好奇怪的問題哈，就沒有正面的回應。另外是根據一個消息 ，Business Insider 這些外媒報道呢，有一個放空機構叫做 Cooper Research 表示呢，輝達聲稱在2025年4月。美國出口管制生效之後，在大陸的市場營收已經降到0%，但是看到他們在2026年財年這個財政年度裡面仍然有20%的收入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市場，所以呢，顯然跟財務表現還有相關的說法呢是有一些矛盾的哈。所以現在回到 H200這個議題H200的開放取決於中方，這是 Greer 剛剛講的。那對於中方來說，張老師您覺得如果選擇開放，真的？如果開放的話，會有什麼樣一些附帶條件？這我的看法，中方一定會買。那其實現在如果沒有名正言順的開放，其實中方還是可以透過像馬來西亞、泰國很多的管道，輸進這個 H200的晶片。只是讓大陸在做這一塊礙手礙腳，成本拉高而已。那所以只要中方願意，美方願意放，中方一定會正式買。這我是可以預期未來一定會這樣。對。那你說媒體講說有一些顧忌，那我這邊做點技術上的說明。第一個說明就是說，中國大陸現在7奈米的 DUV 製程沒辦法取代 EUV 製程。這 EUV 製程有它的特殊的 know-how 在。另外一個是最重要的，就是封測，就是台積電為首的這種 CoWoS 的封測，基本上就是耽誤了整個 AI 晶片的生命，而不是製程哦。製程7奈米 DUV 做出來，可是問題是封測做不出來，所以只要掌控台積電掌控這一塊，還有 Intel 掌控一些重要 AI 晶片的封測能力，其實中國大陸買這些晶片，其實美國不用太擔心，擔心說中國大陸華為這些公司有這個能耐去做出跟它同樣的品質。所以關鍵不是在晶片，而是在您剛剛提到的這個光刻機。還有包括特別是封測的部分。對，那我覺得如果黃仁勳要趕快賣的話，那就講他應該要講他支持92共識。這個你在節目中講。對，你看啊，他身為就是出生在台灣，我覺得大陸很關心這個問題了。他沒有明確表態，他對這個議題的立場會影響到他在大陸的業務。但是即便黃仁勳這麼說，就能夠確保 H200就能夠真正開放在中國大陸販售嘛？當時有一種說法是，大陸現在因為剛剛提到說晶片自主國產化、自主化已經達到一個很成熟的階段。剛才張老師也提到了，其實關鍵在於像是 DUV、EUV 啊，那拿不到 EUV， 可是呢，可不可以用一種交換的方式呢，去取得更高階的 DUV 啊？這個部分的話，我那個修正一下，就是說，剛才你提到的 EUV 的這個製程的機台，完全就是多國的模型嘛做出來的。對，裡面呢，美國的技術成分很高，太高了，所以ASML一定要聽美國的話。那沒辦法，這種東西就是牽扯到的，就是美國也怕這一塊東西，如果整個拿到中國去以後，技術很容易就被很快就接上，所以才說會不會有一些私下的交易，或者是說拿稀土之類的項目作為到時候叫板的籌碼？其實是這樣子啊 ，H200它已經是降規的哈，就是說特別為中國大陸設計的，並不是這個 NVIDIA 就目前第一線的產品啊。那這個 H200的話，事實上它的很多的效能啊，那中國大陸目前華為啊，還有幾家這個 AI 晶片廠已經可以做出取代的產品。你可能數量用的多一點，或者說哈，這個有其他的方法，良率。那問題就是說，你如果現在放 H200進來的話，這個中國大陸的晶片就沒有人要了。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有一個就是市场保護的一個怎麼講，一個考量在裡面，會影響到本土晶片的發展。對，因為你本土晶片它要有這個龐大的市場來籌募它的資金啊，也不能完全靠政府的補貼。所以既然就 H200在中國既有的這個不管是昇騰910啊或者950哈，這些它已經可以
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應付到中國大陸市場目前的需求的時候，它就會盡量保護中國的市場。如果大量的讓這個 H200進來的話，那中國本土製造的這個類似的晶片哈，那市場一定被擠壓。那對於中國大陸發展晶片的這個整體計劃是有妨礙的。是，所以我認為是有很強的是市場保護的這個考量在裡面。這個階段，我們就來看看中美科技爭霸的晶片之戰呢。根據市場調查公司 Yole Group 他們的最新報告表示，中國大陸呢預計到2028年就能實現半導體製造的自給自足，而半導體製造設備方面，預計到2030年這個國產化的比率將會達到52%。另一方面呢，華為攜手中國大陸的 AI 新創智譜，那發布了新一代圖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這個模型呢是基於生成 Atlas 800T A2 設備，還有呢生思 MySpore AI 框架。它可以說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完全使用國產晶片完成整個訓練的 AI 模型。而網絡上目前也傳着一則爆料的報道指出呢，小米預計在2026年的稍晚就是今年稍晚要發表一款新手機，要搭載的是 X-Ring 02，那同時呢運行客製化的作業系統，並且結合在地化版本的 AI。這代表什麼意思呢？這代表的是小米即將繼華為之後，成為中國大陸第2家達成完全本土化的中國大陸制智慧型手機品牌。吳老師，您覺得我們從整個大戰略的方向來看中國大陸他們現在特別點到說，2028年要實現半導體製造。那因為整個供應鏈從晶片設計到晶片製造，到最後相關像封裝測試，還有就是自動化的就是智慧生產的一些相關設備等於就是一條龍要達到自給自足。對於這個預判，您的看法？你剛剛用那個一條龍我覺得講得非常好。因為中國大陸的確要把整個半導體產業的從上游、中游、下游，就是從這個設備啊、軟體啊，然後到設計啊，然後到製造一方前端的晶圓跟後端的封裝，它整個都要自主建立起來，完全都要在自己手裡。因為它如果不自主建立起來，中間的任何一個小的環節被卡住了，都是被卡脖子，讓整個這個供應鏈就會癱瘓嘛，所以它的確是要一條龍。那我們看到你剛剛報道小米啊、華為啊等等啊，這些都是我們看到的每一個環節的個別的突破。這邊也看到一個泡泡，那邊看到一個泡泡，突破起來，也覺得不錯。那你剛剛講的Yole Group 這個應該是一家法國公司，我去年底好像跟他總經理正好碰到面大家有開過一個會。那他們對中國大陸都很看好。那但是提出來這個所謂說多少年達到什麼程度，這個呢不能聽了就完全相信，有的時候他預測是準，是預測的，有的時候是不準。那不準有2種，一種是其實提前達成，有的是落後達成。那中國大陸的目的，其實在2025，中國製造其實本來是希望到今年，就去年2025結束的時候，自制的晶片75%自給率，可是又因為受到美國這種各種壓力嘛，沒有達成。所以有時候大家預測會準，有時候會不準，這個是不一定的。但這可以說他意願是非常強烈。那你剛剛講到整個這個供應鏈裡面，我覺得請觀眾朋友們要特別注意，就是設備，因為如果沒有設備，你就製造不出來嘛。那中國大陸在發掘這個設備漸漸有買不到的時候，而且他過去呢自己的設備商就是這個北方華創啊，還有最近2年才冒出了新凱來啊等等過去不行，但這2年進步的非常非常快，而且他也大力去支援這個部分。那這2天我有跟一個事實上是台商了不過他引進日本的器材設備，就是半導體製造設備，跟我分享一些訊息給我，就知道大陸花了很多的功夫在這個地方要加注很多的資金，大基金要投注，所以這個策略是對的。如果設備起來，我能夠自己製造，我就能夠供給這些晶圓廠製造出自己要的設備，封裝廠能夠封裝最後的晶片。然後你剛剛講的小米、華為手機等等，這都是最後的終端就有晶片可以用了嘛。所以它整個的流程是這樣走。那這個速度呢，到底是2028年的還是30年的等等這個看你每個人定義不一樣。但只可以講就是說，真的是在快跑前進，而且那個意願非常強大，對，非常強大。所以大致的方向其實都是一致的，只是說時間的早晚而已。对，我是按照你刚才你就從大戰略角度，所以我才用大戰略角度來講。如果你以後再提到很多個別的案例的時候，可以從很多個別案例再回頭來看這個大戰略推進的。這個進度怎麼樣？而且現在包括連台灣也是就是我們看到，其實，在科技產業這邊有很多的廠商已經推出所謂的 AI PC，就是結合了 AI 功能的個人電腦。是。那接下來呢，當然每一個人的終端設備就是 AI 手機這個未來也是科技廠商要突破的焦點。剛剛
吳老師特別點到了一個重點，也就是說呢，中國大陸的晶片研制下一個階段要尋求的突破點就是在於設備了。當設備如果能夠達到水準的話，它所制作出來的晶片就一定也能夠達到水準了。那華為現在推出說要全部國產化晶片，這個而且是已經推出了國產晶片的 AI 模型啊。小米也說呢要推出全國這個是第一部這個國產全部都是國產的智慧型手機，這是不是意味代表說在科技上已經非常清楚了，原則上就是跟美國的科技我就完全的斷鏈脫鈎，怎麼看？好，這個上個月我去了一趟深圳我去了一間這個華為的這個展間，結果我倒沒有看什麼華為的手機，但是我看了一個東西這個是華為的 M9 華為的 M9 智能車。它這個M9 智能車其實我坐進去之後，我真的感覺到一個蠻強大的一個衝擊是怎麼樣嘞？你可以看到它整個前面那個儀表面板它完全是用一個3大片的這樣個這個多那個顯示幕這樣連接在一起，讓你有置身於這個 F-35裡面座上的這樣一個感覺。當然，你今天你要做這個東西，其實F-35就是這樣。其實你剛講，剛剛做到這個東西，你要能夠做到這個程度的話，其實你的晶片變成非常重要一個部分。因為現在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這個晶片全面制裁或甚至于管制的這個情況下，當然最近有一個新聞我們看到那個 NVIDIA 它有一個那個晶片，然後那個美國已經商務部已經給了它一個輸出許可結果現在反而變成說中國大陸不要了。你說中國大陸不要這個事情這個後面所代表的這個戰略意義為何？是第一，今天那個中國大陸已經認為你美國能夠提供到 NVIDIA 這個層級的這個晶片，我自己已經能做了嗎？還是說我今天我為了要爭一口氣，像我們剛剛看到你說一台華為這個 M9 這個智能車你說要光是弄這一個3大片的這樣一個這個那個多功能顯示板，它後面其實所牽涉到這個硬體晶片這個部分數量也相當可觀，因為其實你發現我發現中國大陸這個所謂的智能車，也就是這種電動車，它那個車主跟這個駕駛之間這個互動性我感覺已經不是我們現在在台灣看到那種一般的歐美這種廠牌的這個電動車就智能車的互動的這個程度，已經遠遠超越。所以未來它的整個消費市場上對於 AI 晶片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這個時候，如果說它今天已經能夠包含像剛剛吳兄講的，能夠在這個那個製造、封裝、測試等等過程中，已經能夠達到自給自足水準的話，那你說我幹嘛還要 NVIDIA 晶片？是，所以就變成說，這次你可以看到美國宣布這個那個開放 NVIDIA 一款那個降階的這個晶片給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反而說我不需要，沒什麼需要。但是當然你說中國大陸做的到底好不好，也沒有人知道，因為其實因為中國大陸它本身現在面對是一個非常封閉的這個內需市場，今天中國大陸內部的市場非常大，也就是它的東西往往很多推出一個產品之後，可能整個中國大陸內部大概就消化光了，甚至于你說就是那個一句台灣話常說嘛，就是那個生吃都不夠，更何況拿來曬乾，對不對？其實他做很多東西很有這樣一個味道況味在裡面，所以呢，這個時候你說他的東西到底跟外面人比較起來好在哪裡？也的確那你說在國外市場上能夠拿到的樣本等等來說，相對來講，我覺得要能夠全面且普遍的觀察中國大陸的那個 AI 晶片現在發展到什麼程度，的確也不是那麼容易。但是不可否認的，中國大陸在發展自己的這個 AI 晶片以及各種晶片的這個就矽晶圓產業上，它所投注的這個資本，然後以及它所希望達到的這個成就，的確它變成是一個國家級的戰略目標。而且我覺得未來在15.5或16.5這個計劃裡面，都會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最重要就是要能夠完全擺脫美國的鉗制。OK，H200最近被禁用這個事情這個我請吳老師快速 echo 一下。他講對就是蕭偉忠講對，就是中國大陸拒絕，但是絕對不是一片都不買。那有些民間廠商在某種條件之下可以買，但是擺出這個姿態來就很難漲價至少也是一個談判的籌碼，也是個壓力NVIDIA 就很難再漲價嘛，或者賣起來就會比較困擾。OK， 好，中國大陸現在拼的是全面的自主科技自主化那確實成績也是有目共睹。市場調研機構IDC 他們有一份最新的報告也顯示說，華為，因為我們現在談到華為，華為呢從2019年被美國實施了科技封鎖之後，在2025年成功的重新奪回了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市場的冠軍寶座，市占率呢是16.4%。那位居第一名，出貨量達到4670萬台。至於第二名的是蘋果，這個 Apple 呢以4620萬台緊追在後，市占率是16.2%。那雖然說蘋果受到新機種iPhone 17的系列帶動，2025年第4季度的表現
非常的強，在中國大陸的市场出貨量大增了21.5%，但是最終銷售成績啊，總的來看還是不敵華為。現在華為重新拿下了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的市場冠軍寶座啊，它要凸顯跟代表的意義，我們怎麼看呢？馬老師？我覺得就是中國大陸的產品，它這個特色啦，就是它的價格確實在功能類似的狀態底下，它是可以比較低的。比如說我把這個就是華為的 Mate 80它的旗艦機，然後我找一個跟這個 iPhone 17做同級的這個手機，大概兩者之間的新台幣差價大概是15000塊。那你可以看到，現在全球的通貨膨脹這麼厲害，其實消費者最在乎的就是荷包。所以我覺得在價格的優勢上面，華為它會很容易賣贏蘋果這個蘋果手機。而且這個狀態，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這個去年的這個4670萬台的這個華為手機，它贏過蘋果，可是這個狀態還是在華為被封鎖的情況底下，它還是在某一些國家被禁賣情況，它還是個賣這麼好，所以我覺得這個回到資本主義的邏輯裡面，就是價格它其實決定了很大一部分，價廉又物美，沒有錯。然後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其實大家在換手機的時候，大家考量的點就是，開始耗電了，電掉得很快，所以我想換。再來就是上網速度很慢，那我覺得大家 care 的這些東西都差不多。那你通常不會做橫向的比較，你只會跟你的上一台手機比，所以後面出現新的永遠比舊的好。所以消費者我覺得他在橫向的品牌的這個比較上面，事實上我覺得他們沒有這麼在乎不同品牌的這個差異，而是跟他自己上一台比哦。那剛才接着就是 H200這個話題，其實中國現在在自制的方向，我覺得是非常明確，不要小看舉國體制，他們做出了先前在這個叫做上海輝升就做出了他們的 DUV 這個深紫外光刻機，這除了艾斯摩爾之外，沒有人做。去年的12月，就2025年，路透社的報道，在深圳他們已經做出了這個 EUV，就極紫外光刻機的原型機。那我覺得這些是一個很重要的 sign， 就是說全世界除了艾斯摩爾，沒有人在做光刻機，但中國自己開始自制，現在有原型機了。本來說這個美中之間的科技差異差到可能10到15年，這是拜登時期講的，可是現在已經走了6年了，所以你會陸陸續續看到它的自制率開始變高，所以中方對海關說，非必要不要讓 H200進來哦，你除非非常必要。那我覺得中方也在打一個算盤，就是因為美國的策略很簡單嘛，你快要發展出來，我就賣給你，那你就發展不出来。是，那我覺得現在他就倒過來操作，就是我就不用你的。然後目的是用我的市场去養我自己的晶片跟整個生產流程，從上游到下游。那我覺得現在慢慢會看出一些成果，包含上海复旦他們做出一種石墨烯的這個材料的晶片，這也跟過去完全不一樣。過去都是以矽為主體，但是石墨烯它的導電速度更快，而且它處理熱能的效果更好。所以我覺得在美中貿易戰的過程，其實它逼着，其實它逼出了中國大陸的某一些自制的能力。那我覺得這個是未來應該是不容小覷。